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23讲，我们来讨论数和逻辑。首先呢，我们要讨论一下上一讲所介绍的简单数字系统的问题在哪里。在上一讲里，我们用一个050的模拟信号传送了数字信号010。当它夹杂了噪声以后，由于发送方和接收方遵循了相同的约定，我们可以说在接收方也接收到了信号010。但是这仅仅局限于信号0和1。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我想要发送一个信号数值是 4.53 的话，那怎么办呢？这个方法表面看起来是不可能发送 4.53 的呀。那么就需要我们解决如何在数字系统里比较精确的来表达一个信号的值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假设我们有这么一个信号，那么呢，我们用一条线来传输信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用另一条线来传输时钟信号，而且我们约定呢，每3个时钟信号来传输一个信号的值。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信号的取值范围划分成2的3次方，等于8份。同时呢，我们从信号的最低到最高分别给出000一直到11的数值。那好，接下来我们假设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需要传送这个点的信号数值，它刚好就长在011这个范围内了。那么于是呢，接下来就在3个时钟周期内，我们分别发送0、1和1。那么这个011呢，就构成了我们在 T1 时刻信号的数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在另一个时刻对信号进行采样，比如说 T2， 在这个时候呢，信号变到了010的范围。那么在接下来的3个时钟周期内，我们就需要发送0、1和0。大家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把原来一个模拟信号在取值范围中进行了划分，同时呢，我们在它的时间轴中也进行了划分。2次离散化以后，我们就可以用一条时钟线和一条数据线来传输信号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的这个3是一个举例子的说法。如果说你对于把信号的值域空间划分成8份感觉不满意的话，你完全可以划分成10次方是1024份，你完全可以划分成14次方，你完全可以划分成20次方。当然一般来讲，对于常见的信号，划分成14次方已经足够精确了。那么除此之外，如果你认为 T1 到 T2 之间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你完全也可以缩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在任意短的时间范围之内，以任意精确的数值来用2进制方式传输一个信号。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我们是用3条线来传输信号，而每个信号的数值呢，只在一个时钟周期进行传输。类似的，我们也把这个信号呢，在值域范围内切成了8份。同样，我们也发现它在当前的这个点对应的数值是011。那么于是呢，我们对于3条传输线来讲，把它划分为高位、中位和低位。我们在同一个传输点的时候，就需要分别发送0、1和0。那么采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以任意的时间精度和任意的数值精度，以2进制的方式来传输一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讨论关于逻辑的2种表达方式。首先叫逻辑表达式，其次叫真值表。基本的逻辑表达式呢有3种，首先是反，那么就意味着如果 A 是1，那 Y1 就是0。
a 是0，y1就是1。这个关系是很简明的。第二个最常见的逻辑表达式是与，也就是说 a 和 b 两个逻辑变量同时是1的时候 ，y2 才是1。那么对于 a 和 b 同时是1的时候 ，y2 才能是1。除此之外，其他全部都是0。第三个基本的逻辑表达式是或，那也就是说 a 或者 b 是1的时候 ，y3 就是1，y3 就应该是1、0、1、1。与或非是3种最基本的逻辑表达式。有了这3种逻辑表达式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它们来构造出任意复杂的逻辑表达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如果说你有了逻辑表达式，怎么来获得相应的真值表呢？好，我们看，对于它来讲，对于 a 与 b 和 c 的或来讲，我们要3步。第一，我们要制表，把所有 a、b、c 变量和输出 y 都画在一张表上。第二呢，我们要写出关于 a、b、c 的所有组合关系，也就是说，把 a、b、c 所有分别取0和1的2的3次方等于8种组合关系全部都写出来。好，我们已经都列在这个表上了。第三个，我们就要根据这个逻辑表达式来判断 a、b、c 分别取怎样的逻辑值的时候，输出是0还是1。那么我们举例来说，对于 a、b、c 等于0、0、0的时候，很显然输出应该是0。那么类似的，凡是 a 等于0的，输出都需要是0。那么 a 等于1了以后，只要 b 或者 c 有一个是1，这个就是1。那么于是这个是1，这个是1，这个是1，这个是0。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完成了逻辑表达式到真值表的转换。